过滤是一种分离非均相混合物中固体与液体常用的方法，通常包括漏斗与滤纸两部分。当混合物倒入漏斗后，液体通过滤纸，固体保留在滤纸上，而达成分离的目的。过滤的方式一般有重力过滤以及减压过滤两种。重力过滤是利用重力以及液体与漏斗玻璃气壁间的毛细作用，使液体通过滤纸，是最常使用的过滤方法。虽然过滤的速度比较慢，但是对于细微固体的过滤，不会因为外加的吸力而透过滤纸；对于胶状固体的过滤，比较不会阻塞住滤纸的孔洞，也比较不会造成滤纸破损。因此，在沉淀物的定量分析时，常用这种方法。一般而言，依据沉淀物的特性、过滤所消耗的时间、过滤去除沉淀的效率等，来选择过滤的方法以及滤纸的规格。本实验的器材包括铁架、铁环、滤纸、漏斗、承接器皿以及玻璃棒。过滤所用的滤纸依照使用的目的而有各种种类与规格，例如定性分析级滤纸，经过加热挥化后会余留灰烬，因此不适合用在定量分析，仅适合用在分离去除溶液中的杂质或沉淀。低灰分或无灰分定量分析级滤纸，这一型滤纸经过高温挥化后，没有残余灰分或是残余量非常少，不会影响定量分析结果。以上各类型滤纸都有各种大小尺寸或不同孔洞度的规格产品，必须依照漏斗的尺寸以及沉淀物颗粒大小来选择合适的滤纸。进行重力过滤操作时，需先要折叠滤纸。滤纸折叠的方式有圆锥形以及凹槽型两种。圆锥形是最简单的折叠法，选用适当的滤纸，对折，再对折，打开即是一个圆锥状。当过滤的目的是要收集滤纸上的固体时，常使用这种圆锥状折法，因为折痕少，滤纸平滑，过滤所得到的固体比较容易收集。凹槽型滤纸折叠法是先将滤纸对折，再对折成扇形，然后打开滤纸的一边，以折痕为中心，将两边压下，压出折痕。用相同的方法继续以折痕为中心线折叠，可以得到八瓣的菊花形凹折。凹槽型折叠法可以增加滤纸与溶液的接触面积，同时由于空气可以自折缝间流通，因此较快达到压力平衡而加速过滤。此一方法适用于去除溶液中的固体杂质，不适用于收集沉淀物。接着以圆锥形滤纸示范重力过滤的操作。首先使用铁环固定漏斗，让漏斗下方的长颈玻璃管尖端贴靠在烧杯的气壁，这可以加快过滤的速度，并且避免滤液因溅洒而有损失。选用尺寸适宜的滤纸，折叠成圆锥形。滤纸不可以太大，超过漏斗，也不可以太小，以至于过滤速度太慢。将折叠好的滤纸外层的折角撕去一小块，让滤纸可以和漏斗贴合的较为紧密，也可以多压折一次，让滤纸容易稳置在漏斗中。然后用少量的溶剂润湿滤纸，
调整滤纸的纸缘可以与漏斗气壁紧贴，保持气密，使过滤的速度得以加快。为了避免一开始过滤，固体粒子就堆积在滤纸的孔洞，造成过滤速度缓慢，因此先静置溶液，让固体沉积在底层后，再利用清吸法将大部分的液体清吸到漏斗中。清吸时，一手拿持玻璃棒，一手拿持烧杯，玻璃棒一端贴靠在烧杯的杯口，另一端靠持在漏斗内的滤纸上。要注意，不是靠在漏斗壁上。倾斜烧杯，让液体借着玻璃棒的导引流入漏斗中，以免溅洒。清吸的速度不可以太快，避免沉降的固体随而流出，也不要太慢，使得液体倒流到烧杯外侧。请导入漏斗中的溶液不要超过圆锥滤纸2/3容积，因为当溶液过多时，部分的固体沉淀会漫越过滤纸纸缘，使得过滤不完全。清吸之后，再进行清洗沉淀操作。清洗的目的是为了除去沉淀表面所附着的可溶性杂质。使用与残液可以完全互溶，但对沉淀的溶解度低的溶剂进行清洗，加入少量的溶剂与固体沉淀充分混合，经过静置沉降，再清洗过滤溶液，如此反复进行清洗操作数次。清洗沉淀以使用少量溶剂清洗数次，比用大量溶剂清洗一次更能够有效地移除可溶性杂质。清洗数次之后，将剩余在容器内的少量溶液与沉淀，经旋转摇动容器，使固体与液体形成均匀悬浮液后，快速地倾倒入漏斗中。最后，沉积在烧杯底部的沉淀，利用洗瓶的冲洗，将沉淀完全移转到漏斗中。过滤完成后，不可以用手直接抓取滤纸，以避免碰触到药品。应该使用镊子将滤纸夹起，即使戴着手套，仍应该避免与药品直接接触。重力过滤操作注意事项：使用铁环固定漏斗。若使用锥形瓶作为承接器皿，可以用一张纸片或是弯折的铁丝放在漏斗与锥形瓶间，让气体可以流通，以免造成接收瓶内成为气密状态，使得过滤的速度缓慢。滤纸大小需适当，并经折叠撕去一小块折角，使贴合紧密。清吸时，玻璃棒的一端贴靠在烧杯的杯口，另一端要靠持在漏斗内的滤纸上，借由玻璃棒导引溶液，以避免溅洒。倾倒入漏斗中的溶液不要超过圆锥滤纸2/3容积。过滤完成后，以镊子夹取漏斗内的滤纸，避免接触药品。